谁说科学家的力量小？看他单手举贝鸟。谁说科学家的力量差？光线能把贝鸟顶爆炸。眼前这个拉风的蓝人，就是光之国的科学家希卡利奥特曼。就连无敌的佐菲大人也曾坦言道：当我看见希卡利单手举贝鸟的那一刻，我就决定这个人才必须进宇宙警备队。为此，同为蓝族的大坏蛋托雷基亚也嫉妒希卡利的能力。他认为希卡利能顺利加入宇宙警备队，完全是靠奥特之王的钦点保送。一起看完这部希卡利的成长史，评论区打出你们的看法吧。话说2万年前，年轻的希卡利还是一个单纯的科学家，常常外出探索宇宙的星辰大海。这天有一颗美丽的星球吸引了他决定飞到这个星球一探究竟。很快，希卡利就来到这个满是水晶的星球。他的到来惊扰了这些水晶，这些水晶像一个个小精灵一样漂浮到空中，然后汇集成一个少女的模样。希卡利被眼前这个清澈少女迷住了。少女告诉希卡利，她是这个星球的居民，名叫阿伯，是这个星球所有水晶的化身。阿伯的偶像是宇宙警备队，便问希卡利是不是他们当中的一员。希卡利表示他只是个科学家，所以他没有宇宙警备队的力量。希卡利和阿伯促膝长谈很久，他们聊起家长里短，聊起人生哲学，甚至聊到了小莹姐说的奥特曼。爱情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。希卡利感觉自己已经深深爱上了阿伯，他想在这个星球上和阿伯一起过日子。事情来得太突然，阿伯拒绝了他。在希卡利的追问下，阿伯告诉希卡利，在这个星球有一个较贱的人，他曾预言阿伯星在不久的将来会被一个从宇宙而来的巨大黑影毁灭。阿伯劝告希卡利在灾难到来之前快点离开这里，并安慰希卡利不要为他担心，总有一天会有一个盖世英雄身披光之铠甲，脚踏奥特光线来拯救他们。很显然，人家阿伯看不上希卡利，但这反而激起了希卡利的斗志。他心想，这说的不就是我吗？于是他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守护这颗美丽的星球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他决定去寻找传说中的超人奥特之王，请求他赐予自己的光之力量，来提升自己的实力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很快他便遇到一个身穿红袍的老者。老者询问希卡利所来何事，希卡利表示他想要见奥特之王，并请求奥特之王赐予他力量。老者听后坦言，他说奥特之王只见有缘人。救人心切的希卡利请求老者告诉他奥王的下落。只见老者大手一挥，天空顿时乌云密布，顷刻间大雨飘泼而至。原来老者在考验希卡利，并告诉希卡利，只要他能让暴风雨停止，他就能见到奥特之王。只见希卡利握紧双拳放在胸口，一束光从双拳射出，冲进暴风雨，瞬间鸟云散去，大雨戛然而止。同时奥特之王也出现在希卡利背后，他认可了希卡利的能力，而这场暴风雨也象征着希卡利内心的焦虑和愤怒，但希卡利依旧能驱散它。奥特之王相信希卡利能控制好自己的力量，于是就赐予他猎手骑士剑的力量。拿到外挂后，希卡利迅速飞往阿伯行星，但他还是来晚了。那股黑暗力量正在吞噬阿百星。希卡利飞到阿伯星的上空，只见这里一片狼藉，早已失去生机。原来是邪恶的博加如早已到达这里。这个邪恶的怪兽如入无人之境，残害着这个星球的水晶生命。希卡利跳到博加如的身后，愤怒无比。博加如二话不说对着希卡利就是一击。危机时刻，阿伯化成无数水晶飞来，缠绕住博加如，开始对他反击。博加如大翅挥舞，就把阿伯吞入体内。希卡利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被吞噬，愤怒到极点，召唤出奥特之王赐予的猎手骑士剑，就想上去和博加如拼命。这时奥特之王的声音传来，他告诉希卡利，现在还不能使用这个力量，因为希卡利的内心正在遭受愤怒和复仇支配。如果这种心态下使用骑士剑会遭到反噬。谁知希卡利根本听不进去，举起骑士剑就向博加如刺去，但被愤怒冲昏头脑的希卡利打起架来一点节奏也没有，很快就被打得无还手之力。就在希卡利生命垂危之时，阴险狡诈的博加如停止了攻击。他预感到希卡利背后有高人指点，于是他化作一团幻影消失在空气之中。身负重伤的希卡利望着这个满目苍夷的星球垂手顿足，他什么也没有守住，就连他之心爱的女人也无法保护。希卡利的精神彻底崩溃。这时几束黑暗之力竟趁机冲入他的体内，一件黑色铠甲也附在他的身上，透露着邪恶的气息。这下希卡利被完全黑化了，他的内心只有一个字，那就是复仇。黑化的希卡利在各个星球穿梭，他要找出博加如，并且让他血债血偿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很快便寻找到博加如的踪迹，就是眼前的这个蓝色星球。当希卡利赶到地球时，发现驻守在这里的奥特曼梦比优斯已经和博加如焦灼地战斗起来。此时的博加如已经升级为更强的邪恶博加如，在希卡利和梦比优斯的合力下，最终消灭了博加如。希卡利也因此身受重伤。这时奥特之母及时出现，净化了希卡利的心灵，然后破除掉希卡利身上的黑暗之甲。经历这么多，希卡利成长了很多，他已经懂得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奥特曼。在希卡利离开地球之时，他将猎手骑士剑赠予梦比优斯，然后向光之国飞去。途中一只神雕出现，把希卡利撞了几个趔趄，原来正是宇宙大怪兽贝蒙斯坦。没有骑士剑的希卡利很不适应，仅仅几个回合就被贝蒙斯坦撞击到一个行星上。希卡利挨打的局面并没有改变，眼看贝蒙斯坦就要对希卡利痛下杀手，这时一束光袭来，是佐菲大哥来了。佐菲示意希卡利一起上，大人就是不一样。在他的带领下，贝蒙斯坦被打得晕头转向，一看形势不对，贝蒙斯坦拔腿就想开溜，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，在未来上司面前岂能不表现一把？希卡利扑倒贝蒙斯坦，对着他就是一顿胖揍。接着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，希卡利居然单手举起6万多吨的贝蒙斯坦，并且
轻松地把他扔了出去，然后对着贝蒙斯坦就是一个必杀技，把他送回了老家。这一幕直接把佐菲看呆了，他走到希卡利面前对他说：“我想提拔你成为宇宙警备队员。”就这样，希卡利顺利成为阿伯心中向往的英雄宇宙警备队员。奥特之王看到警备队又新增一员猛将，内心倍感欣慰。希卡利没有枉费奥特之王之前对他的指点，在他返回光之国之后，进行了一场简短的就职仪式。之后，希卡利主动要求前往地球，和梦比优斯并肩奋战。就在他飞往地球的途中，天空飘来5个字：“我在阿伯星等你，不见不散。”于是希卡利调转方向，对着阿伯星飞去。到达阿伯星的希卡利先抓起一把泥土，祭奠在这个星球失去的亡灵。就在这时，一束梦比姆射线对他袭来，希卡利发现来者竟是梦比优斯。短暂交手后，希卡利发现原来这个梦比优斯是冒牌货，他一拳就把冒牌货击了出去。只见这货又变成自己黑化时的模样，他居然能召唤出猎手骑士剑，然后对着希卡利刺来。他想蛊惑希卡利再次回到黑化时的状态，怎料希卡利现在内心坚决，这货见阴谋不能得逞，就变成自己原来的样子。原来他是黑暗星人882。希卡利见状也不再和他废话，冲上去就和他硬刚。这次没有佐菲帮忙，又缺少猎手骑士剑，希卡利又被打倒了。他被882星人口中喷出的冷冻气体冻住。这次看到希卡利已被控制，便转身离去。就在这时，阿伯的声音从空中传来：“希卡利，快醒醒！我的意中人是光之国的英雄，有一天他会身披光之铠甲，脚踏7色光线来拯救我。爱的力量果然就是不一样。”希卡利听到后满血复活，双拳一握就挣脱冰封的束缚。就在882星人看得懵逼之时，希卡利以身披铠甲站在他的面前。奥王告诉希卡利，这件铠甲已不是以前的黑暗铠甲，而是阿伯与他心灵共鸣后产生的光之铠甲。有了女朋友力量的加持，希卡利的战力瞬间拉满，面对冲上来的882星人，一拳就把他放倒。这时的882星人已经完全不是希卡利的对手，无论他怎么攻击都不能伤及希卡利分毫。狗急跳墙的882星人打出光线袭击希卡利，希卡利也不再恋战，召唤出骑士射线就射伤882星人。882星人见势不妙，一拳捶在地上就逃跑了。这时天空又飘来5个字：“立刻去地球支援。”这是奥特之父发来的奥特签名。得到指令后，希卡利迅速赶往地球救援。就这样，通过种种考验，希卡利正式成为宇宙警备队正式队员。这个宇宙又有一位勇敢的光之战士诞生了。他内心纯洁而又清澈，带着心爱之人阿伯的力量，承担起维护宇宙和平的重任。这就是希卡利奥特曼，文能外挂安天下，武能剑斩安培拉，单手光线收贝鸟。只因他是科学家。